开始了 BO5的第一局，在蓝色方的是济南阿达布侠，红色方的成都一长会，双方的班位，哎，上来搬个小乔啊。胖胖教练在左边，右边是宝教练，然后杨戬搬掉了。这个小乔搬掉是要去做一抢盾3，有可能。一抢盾3防止我们这边选钟馗加小乔。哦，把鲁班大师给搬掉了。搬了鲁班大师，那么 AG 这边盾山给不给呢？他搬了敖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局比赛里面，基本上 BO5的第一把，你只要不搬敖影，我都可以在蓝色方一抢。选到了盾山，来我们这边应该会选择一个钟馗加一个安琪拉。哦，真的吗？就常规来讲的话，我们平时可能会看到是苏烈啊、叱咤之类的，还是选择了苏烈，还是拿苏烈。苏烈加猫撑强度。哇，这强度其实也高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钟馗和安琪拉其实是绝招，绝招。绝招，你们能把绝招报出来？小声点说啊，私底下都告诉我，大家都听着呢。可能万一不是绝招。好的，我懂了。烟雾弹。但其实钟馗打盾山也不是我们之前没见过的嘛，对吧？哈，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效果好。是的，其实他搬小乔的目的就已经很然后艾琳、武则天，这阿德巴侠还是挺常规的嘛。选武则天是想3楼防一手对面的叱咤，因为叱咤遇到武则天会比较烦。是对，那控反手来个戈亚。狂沙席卷之处。这强度好高啊！对，这也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在看到对面盾山的情况之下，他反手拿这个苏利亚叱咤的原因。对吧？他把叱咤先观望一手，你出武则天他就不出了，然后接下来搬司空阵，还是给戈亚保环境。那这样给戈亚保环境的话，哪吒之类的英雄其实对于戈亚的限制也挺大。但还是要看他这把盾山去搭什么。一方面是给戈亚保环境，一方面就是把盾山比较好搭的对抗路的搭子拆一拆。那还有曹操，就看要不要搬掉了，搬掉了。RW 这边出了一招大司命，没事，不要不敢说，没关系的，都是烟雾弹，没事，不要不敢说。关羽关羽就是给盾山和艾琳去做环境嘛，主要是看最后这一手 AG 的班位，大概率会搬到打野夏侯惇，搬掉夏侯应该是4楼想抢一手袁坦，不想给阿达布侠选到袁坦。是的，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夏侯惇跟袁坦的对位，那是很有说法的。要是补，搬掉了袁坦。他要是补到袁坦的话，他们这前中期的战斗力绝对强。这双前排2个大门板，但是没有了袁坦之后还有个凯啊，这也是啊，强度也高。对。凯的话，那阿达布侠这边可能会选到橘右京。橘右京加一口。黄铁人很足，或者橘子加门。对，那强度其实是可以稍微往上顶一顶的，对，完全能支撑得住。哪吒还是跟鱼说的一样，哪吒加黄铁，就这个是铁了心的要去杀一诺。对，就是冲发育路，冲射手。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在边路位置再补一个核出来。谁是敌人？RW 下这阵容。我感觉能补的核估计就是马超了，还有啥？吕布啊，也可以。你选吕布的阵容，就是我要跟你拼团了。这个吕布感觉是有画面的，有说法。他如果真出这个吕布的话，有说法。换了夏洛特，他出吕布的话，我想说的其实就是没什么好的带线点了，因为他上野是没法带线的。对，夏洛特和马超差不多，都是一个。就是边路的核心点嘛。但 AG 的最后这种夏洛特补出来的话，到了中后期开始，RW 还是处理不了这夏洛特的。在单带上是有点无解的。那 AG 这一局的话，整体在前中期就可以围绕着中下版图，不断的给对面施压，抓到机会就开。对，而 RW 侠这个阵容，他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哪吒这个英雄我们知道他并不算是一个前期对抗型的打野，你先安稳的度过前面几波野区。其实1到6分钟都是算作我们这边的优势，但是6分钟之后，阿达布侠哪吒装备起来就到了一个发力。是的，所以一定要给，就是RW侠这边一定要让中野辅给哪吒把自己的野区口子住就保好了。这把金羽的野区压力一定是会大的，就是4分钟之后不能让艾琳拿到1个，这是首要目标，就每波红区都要进去打。就刚好4分钟到6分钟那个空档期，是的，那个空档期的话，然后打完龙以后往野区的深入，
看看能不能打进红区。只要能够打进红区，那下路的一塔基本上也就没了。但感觉 AG 他们这一套从1级开始，他们的强度就很高了。是的，就可以试探性的，就是哪怕我不反你的 buff，我去赚点小野。也都行，而且你就算不是1级，你1分钟开始苏烈有被动的那一刻，等蒙西加苏烈这2个就够你玩的了。进去就是锤嘛。对，第一波野区出来一个4级的凯在你的面前，你也打不动他。是，但由于现在苏烈前1分钟没有被动嘛，对，线上2v2 1级的话还是盾山艾琳。是啊，对，要等到猫咪下来支援。但我看到大部分的苏烈现在1分钟之前都是必发一路锋芒，是的，因为对线可以卡在。一般都会去对抗，因为一分钟河道之灵刷的时候，苏烈被动就好。是的，就你没必要去发育路，你再发育路的话，对面射手手又长，然后你又没什么顶上去的空间，会被不断的打状态。就现在这个英雄，他和我们在之前苏烈1分钟前有被动的那个阶段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基本上苏烈拿出来下路的河道之灵那个红隼就是苏烈这边的，对他可以上来就直接把被动卖了都行。对的，就抢第一波线权嘛。所以现在苏烈的玩法逐渐就改变了，然后开局的部署也基本上是围绕着上半图的对抗路来做。RW 这边的话，下路只要能够稳定的拿到第一波线权，控到红隼，下路能够先坐稳。但其实这把在打团的时候，佩恩的艾琳其实生存环境也比较差，对面这几个突进位给到他的压力也特别多。这把2年射手的压力都很大，都非常大。一边是这个哪吒去切戈亚。另一边的时候还有武则天的大招，是的，是的，还落地接个大，动不了。然后另一边又是凯又是夏洛特，就包括这把，我不知道一诺的打法会是怎样，说不定他都会跑到对面就强行跟对面的射手牌。对，然后还有个沈梦溪呢，对，还可以补颗雷。对，不要忘了还有个沈梦溪，对吧？现在沈梦溪这个后期5颗雷，对吧？他大招之前是散射3颗，现在是散射5颗，也就意味着你除了中间那个安全区，你就只能跑出他大招2段的范围之内才可以躲避了。所以两边射手的压力都特别的大。你这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开局是怎么样，怎么能保证戈亚前期的优势？因为RWP的开局就很简单，就是盾山保下路就行。对，但是我们这边发育路基本上对线开局是劣的，就看开局是怎么应对的。就看看怎么去处理。所以说强队看开局，对，开局很有想法就可以。AG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我们看到过蛮多他们是非常规开局的，在过去的2年的比赛里面，我们可以说 AG 应该是全联盟里面非常规开局频率最高的一支战队。他们不会说是常规的赖线，我们看到过最多的情况就是双边换双边，一上来就双边不在自己的线上，对吧？就是转线去打。所以接下来就看看他们的处理，以及 RW 侠他们在前期这种扎实阵容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稳住双边资源。毕竟上路狂铁，下路盾山加上艾琳的，同时要保住金羽的野区。是，来吧，今天的第4场的比赛，蓝色方济南RW侠，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 BO5单败淘汰赛制的第1局，比赛开始。看一下，没有做换线，但是金羽这边是选择了中凯啊，那代表着中艺的凯，他速率会更快。速率更快的话，那上半图他就会第一时间到达嘛。就看夏洛特要不要帮他提一下速率，然后但是我们看下路啊，盾山和艾琳并没有能够在线上取得一些优势，而沈梦溪靠过来之后，反而是帮助 AG 这边先拿到了红隼。因为第一时间中开，晚魔第一时间是靠在左边的，所以他没有，就算是哪吒中开拿到的线权，他没有办法从左边到右边。他走路上的途中就已经被长城的沈梦溪卡住位置。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尤其是小鱼跟鱼讲到的这个关键点，就下路我们去抢第一波资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浪费了盾山和艾琳在第一波对线去打苏烈这个点。那上路的空间之灵的话，RW侠也拿不了了。其实或者也有一种可能，他是怕凯偷懒，所以往左边看了一眼。但其实哪吒如果开局是从左边上线的话，就没有这种担忧。这都是小细节。
传中苏烈2技能把兵线顶回来，然后一起吃，再吃一波，4个人一起吃。看本局比赛的预测情况 ，AG 的这套阵容，大家还是更加看好一些。下路两边都不敢把线送进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嘛，在 BP 阶段的话，对手如果在红色方放给你蓝色方这个盾山，你拿还是不拿？背了一下，可以打一下。他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烫手山芋，你拿的话，对面也会有一些阵容来应对你。但是凯的野区速率比哪吒快有点多啊。因为他已经开始刷自己的蓝区了，然后这个红 buff 金宇这边还没刷呢。然后这波上路的话，陈升的什么西还去压了对面狂铁的状态。对，佩恩跟梦溪赶紧过去提速了。这一波提速提完就持平了。因为哪吒开局是多吃了一波中线。对，直接先出一个大野刀，哪吒先给全图大，把视野全部照亮。他这把视野这一块 ，AG 是有点藏不住的，因为一个武则天，一个哪吒。但其实这一波交不交这个大都行，因为对面会并下下路，他最后一下，差一颗雷，佩恩很稳，闪现都没有交，知道猫咪的伤害不够。这波还挺危险的。那这波闪交了的话，4分钟那波龙团就危险了，因为大帅的速烈是的，关键他现在又是半血，他得想办法把状态给回上来。这就是 AG 这一套阵容，这个时间点不讲道理的点。但是凯他把大给交掉了。因为他以为苏烈可以推回来盾山，但是盾山一个小回头把苏烈的推给扭了。是。那看看4分钟这波龙团了。4分钟的时候凯是没大的。是。但应该还是不会让，因为苏烈有被动会一直拖着对面。拉扯一下，把凯的大招给拉扯出来。直接秒。对。但他在龙坑里面，直接拍完了之后大招撞进去，打一波，然后苏烈这个位置把他大招。龙是的，继续往前，狂铁一个1技能横扫拿到了1血，带走了沈梦溪，然后再往回退一波。那这一条龙的话是被中艺这边给拿下，这个小度的资源很关键。狂铁过来了，他把沈梦溪给收了。但轩辕这波上路带爽了。龙最终是被 AG 拿到的，中艺拿到了这条龙。只要金宇刚刚那个位置还出不来了，对，还挺危险的。其实他能出来的方式就是看看当时的盾山的站位能不能接他一下。下一波应该是要拿红打对面红，这波中线清完可以要拿红了，下一波在2大牌的红区进行一波团战。这波夏洛特上路很安稳的过线，看这波是选择推上1还是选择 B。RW 侠的3个人整体偏下半图，现在戈亚出来带红了，要开始起节奏了，应该是带红继续对线了，因为苏烈已经落位了。对，要提速了，得打一波了，要打一波红区加下1了。哪吒又给了个全图视野，但是这波武则天已经提防到你要推下1了，提前落位了。是。下路3个人做好协防，然后中路留了过线，想绕后吗？先蹲好了红贝，但是瓦莫的位置很刁钻。这位置会被给了个进攻信号，没有看到凯的位置，还在跑，还是没有看到，对，还在排，还在找。哇，瓦莫飞的，每个哨子再给找到了，开大招上去，1刀直接砍半血，2技能一开，交闪现拉开距离，然后艾琳开大招逼退凯，结果等他飞一下把凯赶走，结果把 AG 打野劝出野区的话，那这波红区 AG 就不是很好再继续往下压了。晚末这波很细啊，每一个草排得干干净净。打就这么排都差一点被对面给击杀掉了，还打单体伤害太高了，是就那么1刀。对他打单体是有增伤的，对。上路1塔直接起了，苏烈也在往上靠嘛，所以小度直接放了。没办法，RW侠想要打下路跟 AG 去对抗的话，其实是很难打的，在这个时间点。我进红区给视野，蓝 buff 刷新看到，稍微给点压力。中艺拿了条主宰，
夏洛特传下来，理这波线。但这么看有点管不住夏洛特这个带线。他这个英雄最终选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在聊吗？是吕布还是什么？他最终选这个夏洛特，这局比赛就是中后期管不了他。你这个阵容哪吒，或者说是你中路又是个武则天，你是处理不了他的。是这波盾山要过来守一波，然后自己的状态又被压下去。中路这波没有办法做协防，苏烈在2塔位置给一个视野，然后跟凯一起左右夹击过来，把兵线运进去，推掉了中1塔。打牌有点玩线被玩晕了。这个中路的线放的有点不应该啊，而且对面都没跟你怎么去对抗，你就这些东西都给了。是的，有点过于执着自己的野区安全了。就你可以去保哪吒的野区，但是不至于不对抗。就你会发现他在自己家的野区落位落得很快很早，但是落位之后呢 ，AG 一个不打，那你就很懵了。怎么过来？苏烈拍一下，2技能一个回顶，但中间一个2技能背2个人，再给个大招夹一下，哪吒飞进去，直接给后排狂点这波2技能没有拍到，给他拉开了距离，回头给个大棒吸一下，哪吒还在黏他，但在正面夏洛特也冲进去，激光剑划一波，2技能再来1技能，激光剑 A 闪，最后一下不过没有 A 出来，武则天残血没有死，杀掉了渲染的夏洛特，但是正面被追杀的一诺他跑掉了。因为哪吒撞他的时候是大招2技能全放完了。是。其实这波诺队非常的关键，他吸引了狂铁的闪现加哪吒，相当于一个人吸引了2个人，所以这波团战才打通。然后第一时间大帅的大招已经交完了，其实相当于是被追着打的。对，他一个人把上野2个人全部吸走了，吸走了之后还没死。对，剩下来的3个人，盾山也没技能了，盾山2闪背完了之后，然后接大招全部放完了，放完了之后夏洛特进场去切这个艾琳和武则天就比较好切。是吧？这戈亚自带被集火的效果，对面都盯着他。哎，如果你这么继续打下去的话这夏洛特你是就像刚刚于宇说的，你是真管不了，他现在已经6300块钱了。刚那一波夏洛特就已经差一点，对，就已经很夸张了。这波稍微提供一下视野，但是自己的状态也被压了一点。每波红区都会进来打，不会让艾琳很轻易的拿到红包，而且来的特别快。中路哪吒被逮到了，好像要被一路追死了。金宇这边直接大招飞一下撞一手，然后戈亚拉开了距离，回头反点，夏洛特跟过来，2技能追不上了，哪吒已经拉走了。哪吒还是太克制戈亚了。这波跑的还是挺快的。盾山给大招，艾琳交大招上去补控制，黄牛拍了一下之后，但是这波凯还能够退回来，一个强普进龙坑，苏烈殿后。这一波 AG 其实后续就没有必要了，那第一时间中路打完之后，就是一诺他也回到红区去了，然后也去带上路，就正面就看着对面就行了。是的，就把自家野区稍微再提速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大笔侠现在这么打的话，就是哪吒过去跟戈亚1对1对子对掉嘛。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龙团黄铁进去先拍一波，配合补的伤害，先带走了沈梦溪，然后过来再继续激活着夏洛特拉扯开来。10分钟的一波时间节点，先打了 A 级一波吊点，夏洛特过来回头反突，反而是把佩恩给切掉了。再打一个，对，居然再往上追，居然1技能合体撤走，但是自己应该是走不了了。哪吒过来，夏洛特再开大招。最终还倒地苏烈一个大闪拍一下，换队友过来，凯继续追击，但是狂剑人打不动，但是哪吒在旁边，戈亚这个位置直接被金鱼给贴到了。哇，残血的哪吒是收掉了戈亚，飞过去直接把戈亚处理掉了，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英雄克制。是的，他是大红刀加暗影战斧加黄盾。是的，你没有防撞的情况下，一头撞到你，你直接残了。但刚刚这一波团的话，长生的失误还是挺明显的。他在下 L 草那个位置，就是他的好像是2技能空掉了，然后被对面打断了，然后被迫的用闪现下龙坑，然后直接被追杀。他想在那个位置先部署。接下来想卡在一个戈亚复活的时间把龙秒掉。秒掉了。那这波凯梅大要先撤了。双方10分钟换了波龙。这个红要硬打吗？兵甲 W 要往前挤，哪吒直接飞进去撞一下苏烈，一个大招拍到了多人，沈梦溪先倒，但他后续的团战，武则天大招也扑完了，戈亚这个位置拉扯得开来，
但是看到狂铁也在往前，一个人顶住所有人，先打出追的被动之后，队友没办法点灯，佩恩在后面是不是灌满了？一波打掉了 AG 3个人，戈亚拉扯了走掉，而夏洛特赶紧处理中线。RW 侠大获全胜，这一波团战完成了一波0换3。现在主要是 RW 侠他们正面的强度太顶了，然后包括戈亚这个点，其实他不敢强行上去输出。你弄个视野，哪吒直接飞过来，对，完全输出不了，可能自己的命还没了。他现在能打的方式就是金羽大招给别人啊，对他才能打。但金羽作为一个老将，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就是要夏洛特是他。狂铁顶上去，小度闪现拉扯开来，二技能躲雷。这波小度想要卡位置推二塔，但是遇到了个夏洛特，把自己的闪现给打出来了。现在已经变成了 RW 侠这边守着 AG 的红区时间了。但有个点啊，双方经济没有拉开。是，但主要还是一方面是 AG 前期是优的，就这2波算是 RW 侠他们打回来了，但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哪吒这个点如果发育起来了，AG 的 C 位是不好跟输出的，又把视野给照亮，而且这把金羽的哪吒的发育很舒服，9300块钱的哪吒，在找角度，要直接冲，直接飞进去，但是被顶到了塔下，但二技能又出来，苏烈回头给个大招，再拍一手，武则天给大招铺场，夏洛特在侧边找角度进场，大招，二技能退回来，不好进了，但是盾山直接合体上打伤害，还是中了一丝血，戈亚一技能，喷射起步撤走。现在打起团来，艾琳的输出方式比戈亚舒服太多了，现在他都需要等那个金羽跟小度先卖，然后金羽直接飞一诺，然后导致队友必须要回去保，然后艾琳这时候输出就没有人管，他就一直打前排，一直打前排。对，就刚刚那一波金羽他很果断，哪怕是在塔下，他以一个大直接撞上去，然后他把 AG 第一波的伤害量以及控制全部吸收了，然后自己还跑了，然后后续就轮到了佩恩和梦溪这边的输出环境。对他撞进去之后，然后借着苏烈作为一个跳板，二技能出来了，太灵活了。但他只要撞进去 ，AG 一定是回收阵型。只要你是回收阵型，他就一定有跳板能够跳出来，就一定要去管一下戈亚。但是现在戈亚呢，一被飞到，他就没什么办法。然后这种团战画面 RW 打出来之后，只要稍微盯一下渲染的进场，那 AG 的团战就会变得很难打。其实洛特很难切掉有盾山的，有盾山保护的艾琳的，靠他一个人很难切。综艺这波抢绕后，就得跨过了兵线，综艺的位置，这波位置要打了，看到了，直接开大招上去，先动手，没有办法，正面没有顶不过来。对，队友都在他身后，太远的距离，狂铁一个人拦住了位置，夏洛特过来想打，但是被盾山大招给夹了一下，夏洛特赶紧交闪现进到龙坑里，二技能想走，但能走掉好像有点走不了了，最后的一丝血，艾琳跟过去接下普攻，别人锋芒毕露，收掉了渲染，而在正面的戈亚也被带走。这就是达到这个时间点，哪吒对于戈亚的限制。然后同时这一波 AG 中艺这边其实找到的机会算是很好的，但是第一时间渲染这边接不过来，然后导致中艺他上来白吸收一波伤害，然后后续中艺出去了，渲染来了，他是绕到了那个位置，武则天的视野已经看到了，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正面的队友没有办法给到好的位置去接应，他如果能够跟苏烈形成一个前后夹击，那其实是比较好打的，就是 RW 侠瞬间把阵容退回来了，退回来之后就会变成凯变得孤立无援，然后这波团就强行打了起来。RW 侠这一波打赢就直接拿双龙。RW 侠很清楚自己的这个阵容，正面有一个狂铁顶着，哪吒过去处理戈亚，然后盾山跟武则天就是左右护法2个保镖保在艾琳的身侧。现在就是戈亚第一时间一会儿要把复活甲套在身上了。这就是我开局说的，1到6分钟是我们的优势，但是6分钟之后就是 RW 侠的优势。但没办法呀，你看现在艾琳复活甲已经套上了，是复活甲穿身上，然后还有一个盾山，然后一会儿自己的闪现好了，跟盾山2个闪，然后盾山还有一个救赎，然后盾山还有一个冰甲，全是保护技能，而且武则天的话还能在旁边给控。梦溪这把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他不怎么开的，他就在旁边做掩护。那他很明白，就是这把以保为主。下路双龙兵吹掉了高地塔，
这个推高地有点不讲道理，很直接。但其实一般中高补掉是很难一波掉的。就把兵线拉到中高的位置。对，水晶和中高那个中间卡着。就是让兵线转火，进不去。盾闪二闪，直接开，刚说完就先动手了，又飞一诺。对，然后狂铁一个2技能还拍到了，但哪吒没有直接进去啊，反而是戈亚这个位置黑大不但灌进去之后回头反打。苏烈再给个拍到了盾山，盾山这个位置再接下来给个2技能，苏烈一个闪现2技能回顶到，先把狂铁给处理掉。但是戈亚这个位置也死了，1换1之后看后续，哪吒这个位置带走了，苏烈之后拿到了双杀，下路的进场，但是闪现拉开了距离，武则天没有死，下路想要收人没有成功，艾迪交闪现过去这几个大招直接去飞人，哪吒也扑死了，这梦境一波团灭了成都演唱会，1换5金羽3连决胜，佩恩2连击破，中路有兵线一波了。可以直接点水晶，这把的目标很明确。是的，让我们恭喜济南2W 侠拿下第1局。这局比赛打完了之后，目前济南2W 侠领先。那么刚刚没说到阵容这一块，确实是有了规划和部署，而且打得也非常好。那么现场也有着赛中的突击采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